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强哥不惑了。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油管上开这样的一个频道，也请大家谅解啊，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在大家眼前。戴面具呢，相信很多朋友也能够理解，这是一个无奈之举。毕竟在油管上开频道，可以说中国话难说，中国人难做，这个相信大家都能够有体会。咱们这个频道不瞎扯，只是聊一聊我个人的过往的工作经历。有的人可能说你有什么可聊的？我呢，在疫情之前呢，是做了15年的领队工作，出境领队。相信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职业比较了解，无非就是带着游客们去游山玩水，顺道从人家兜里挣点钱。您要这么理解呢，也未尝不可，因为一件事呢，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啊。您不一定照着我的想法去理解我们这个行业，但是呢，从我的角度来讲呢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领队这个行业呢，还是大有来头的啊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国家有一些外事活动啊，包括说体育赛事啊，在这些团队里边，经常就有这样一个职位啊。这个人呢，是负责和当地进行对接、沟通啊、协调，确保这个团队能够正常运作的这么样一个人，他就叫做领队啊。当时的人事关系都是在外交部，那么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不断深入啊，市场也逐渐的繁荣起来了，就催生出旅游这个市场这个行业，那么就有了针对于旅游的这个领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。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潮当中呢，进入到这个领队行业里边了。一干就干了10多年，可以说人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吧，贡献在这个行业里。那你说干的有多出色倒没有，只不过就是可以问心无愧的说呢，完成了每一次公司给予我的任务，也基本上对得起每一个跟随我的这些游客们，可以说做到问心无愧。之所以说开这个频道，也是跟大家呢想简单的聊一聊，在这么多年当中啊，经历的人和事。疫情开始以后呢，旅游行业呢就相对来讲就萎缩了，包括说出境游也是今年嘛才开始慢慢的逐渐的恢复啊。还回不回这个行业呢，现在没想好，因为这个行业来讲可以说青春饭。我呢在这3年当中呢，逐渐就步入到了不惑之年了。到了不惑之年，有些想法，包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，还能不能重新再走进这个行业里都很难说。但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经常会回想起以前带团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啊，有些十分有趣，有些呢就让人觉得怅然若失，有些呢说实话现在想起来有一点毛骨悚然。这些经历呢，没有一个出口，老是憋在心里。因为你毕竟大家也知道，国内的一些娱乐环境，有些是提倡说的，有些是不提倡说的。那么在油管上呢，就把这当一个树洞，可以平常没事的时候想起来什么上来说一说，我觉得挺好。再一个，现在年过40，朋友也好，还是家里人也好，在中国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的存在感是极低的。有的时候你想跟孩子去聊一聊，发现他压根对你所说的不感兴趣。一是他可能没有到那个年龄段，他也听不懂；再一个可能现在的娱乐的环境啊很普遍，没必要去跟你聊。我在这儿留个影像呢，以后可能他长大一些，偶然如果能看到，觉得他老爹还可以，以前还有一些这么好玩的经历，也可能会对他有一个念想吧，就是这样。这也就是我在油管开频道的这么一个初衷。当然我说的这些经历呢，基本上都是我个人经历过的，有一些是道听途说。可以确保的是，这些都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有话说呢，3里不同乡，5里不同俗。不同地区的人汇集到一起，然后又到了一个更加陌生的其他国家，这中间产生的文化碰撞，您去想一想，肯定特别有意思。我们呢也会想着说把它变成2个系列，怪人系列，还有就是怪事儿系列。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吧。这里是强哥不惑了，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沟通。